我哋今日咧會先去呢個百威小鎮，因為 CK 小鎮呢度咧其實好細嘅啫，好快就行完噶啦，所以我哋會先去呢個百威小鎮嗰度逛一逛。傳說就係百威喺嗰度始創嘅，咁我哋一齊去睇下啦。Let's go！ 哇！呢個歐洲嘅騎士啊！巴士站呢度呢係可以寄存行李嘅，因為方便好多人只嚟 CK 呢度呢就玩個半日咁啦，然後就可以好方便咁將呢個行李先存喺度，然後就可以去個鎮度玩啦。我哋去百威小鎮嘅車終於嚟啦，其實佢係一班去布拉格嘅車嚟嘅。呢次呢，我哋又發現咗一個問題啊，就係喺 CK 小鎮呢度呢個車站呢係冇人買票嘅。所以你任何嘅車票咧都要提前喺網上預訂，或者通過 app 預訂。即使喺呢個大站呢度呢，呢度有一個建築物啦，其實入邊係餐廳啊、廁所同埋全包嘅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要出行呢，記得提前訂好巴士票，就算係巴士都要提前訂票嘅。呢樣嘢一定要謹記。歐洲標準嘅收費廁所啊，車站啲廁所都係要錢嘅，基本上。暈低，即係一個廁所就要整個報警系統，唔俾錢呢就直接響，然後呢，地鐵呢就四門打開，睇。地鐵就四門打開，你想入就入，想出就出，完全都唔檢查。我真係唔知道呢啲歐洲佬真係諗乜嘢嘅。我哋而家呢已經到咗傳說中嘅百威小鎮 CB 小鎮啦，個名係 Sesbujavis 真係幾難讀㗎。呢一個小鎮呢，遊客更加少，環境顯得非常之清靜。街上都冇乜人嘅，呢度都有我哋窮人嘅救星啊，麥當勞啊，其實唔係，係我哋麥當勞愛好者嘅救星啊。呢度真係一個好清靜嘅小鎮啊！遊客呢同埋本地居民都好少啊，基本上街上面都冇乜人。前面呢度有間壽司店，我突然間想起啦，因為今日係星期日啊，所以可能係因為星期日嘅關係啦，啲店全部休息晒，關晒門啊！真係好佩服佢哋歐洲佬啦，星期日呢真係集體休息㗎喎。好過我哋咁啊，做生做死就係為咗嗰白銀幾兩，成條街都冇乜人，啲人都應該係未瞓醒喎。呢度呢，就係 CB 小鎮嘅中心點，普瑞米斯奧塔卡拉二世廣場。據講呢一個廣場呢，亦都係捷克最大嘅廣場。呢一個噴泉呢，位於廣場嘅中心啊，佢係嚟源於聖經大力士參孫屠獅嘅故事。只見呢個參孫呢係立於呢個噴泉嘅頂上邊啊，然後用手掰開呢個獅子個口，水呢就從佢個口度噴出嚟啦。喺噴泉嘅右後方呢，有一個出名嘅鐘樓，俗稱為黑塔啊。呢一個鐘樓呢係可以買票上去參觀嘅，
而喺頂上邊呢，係可以睇到成個 CP 小鎮嘅全景啊！喺廣場四周咧都可以睇到有非常之靚嘅古建築啦，有好多都係文藝復興時期嘅建築風格啊，有好多啲雕像咧係喺建築嘅外表嘅。CB 小鎮呢度咧係屬於冇咩大景嘅地方嚟嘅。成個鎮咧係需要你慢慢行、慢慢發掘，就好似呢一條街咁啊。其實真係幾有古色古香嘅味道嘅。嗨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来到了 CB 小镇，也就是百威啤酒的发源地，然后你也可以叫它百威小镇。这里其实不大，然后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景点。如果时间安排的好的话，一天时间从布拉格往返 CK 加 CB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。因为这两个小镇都不大，然后相比较 CK 来说，其实 CK 已经很成熟、很商业化了。我觉得各种什么纪念品店呐、什么参观路线都很成熟了。但是 CB 这里游客不多，然后慢慢逛逛，慢慢体会一下小镇的建筑呀什么，还是挺好的，不错。比较推荐一天时间安排这两个地方。睇下啲禮品店閂晒門啦。呢間咧係賣運動服裝嘅。睇下呢間店嘅營業時間，真係嚇親人啊！星期一至五從8點半，最晏咧係返到夜晚嘅5點，最早咧係2點鐘就收工啦，應該係星期五嘅。再對照返我哋呢邊嗰個營業時間，由朝做到晚，真係同人唔同命啊！嗱，呢啲就叫做不走平常路啦。哦，原來喺上邊睇風景，唉，真係悠閒啊！我哋欣賞歐洲人嘅就係呢種生活態度，真係好悠閒，自己過得開心就得啦，唔使孭咁多嘢，壓力又大，真係。我哋就算學都學唔到嘅，真係我哋天生就係一隻螞蟻，或者係一隻蜜蜂。其實呢度成個環境都幾似意大利嘅，而且遊客呢冇意大利咁多啊。冚家鏟死人 Cooper！仲好意思寫7/24小時，成個星期日都冇開過門，真係咁樣開超市嘅真係。星期六就開半日，星期日呢就乾脆唔開，真係暈低。我哋返到嚟我哋住嘅 CK 小鎮啦，一入門口呢就有一個觀景台，呢度呢就可以睇到細半個 CK 小鎮吧，不過風景都幾唔錯。簡單總結下 CK 小鎮，我個人覺得呢度呢發展得都非常之成熟，遊客呢亦都唔算非常之多，風景亦都唔錯。但係呢度令我最討厭嘅一件事呢，就係呢度嘅汽車啦。喺你遊覽呢個小鎮嘅時候呢，嗰個體驗係非常之差嘅，基本上4-5分鐘就有部車喺你身邊經過，而喺鎮入邊嘅路呢亦都非常之窄嘅。呢樣嘢就係我覺得最扣分嘅一樣嘢啦。喺車不停咁出入，真係非常之令人感覺到煩啊！喺遊客咁多嘅路仔入邊，仲有咁多車出入，真係令人非常之煩。嗨，其实我挺舍不得离开 CK 的，因为前面20天特种兵太辛苦了，难得有一个地方不是那么贵，可以让我稍微休闲一下。但是呢，明天去到布拉格，估计要继续开始特种兵了。
镇上有2家中餐馆，一家上海饭店非常贵，然后另外一家北京饭店是做团餐的。不过好在上海饭店门口它有一个餐牌，然后看到那个价钱就不会进去吃了。它一碗西红柿鸡蛋汤人民币差不多就要100块，然后素菜基本都是100多，肉菜都是200-300，很贵。离它半小时车程的 CB 小镇物价，中餐的物价大概只有这里的一半，所以小小的吐槽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哋咧已經係從 CK 小鎮咧翻到嚟布拉格啦。見到布拉格咧交通依然都係非常之繁忙嘅。喺巴士站呢度咧，居然有一棟文藝復興時期嘅建築啊！大家都喺度影相啊，對呢棟嘢。我發現咧喺歐洲啊、意大利啊、瑞士捷克啊，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咧，就係佢哋啲地鐵站又好、車站又好，嗰個人行天橋隧道咧，係完全係冇考慮啲人拎行李嘅，所以你見到咧係冇呢個行李嘅嗰條斜路啊停，即係好方便啲人推篋嘅咧。所以如果你嚟呢度旅遊咧，帶個篋係超過24寸嘅咧，就非常之辛苦啊！好在我哋發現我哋車站後邊咧有一個地鐵站，然後我哋可以經過下邊個隧道咧嚟穿過呢條馬路，咁樣咧就唔使將個箱抬到啱先嗰條天橋度咁辛苦啊！呢度咧應該係布拉格嘅中央火車站啊，主火車站。其實大部分嘅功能都喺地下嘅。我哋而家咧就喺電車站等緊電車，亦都相當於巴士啦。但係咧，千祈要搭呢啲咁嘅公共交通咧，千祈就唔好直接衝過去電車站或者巴士站。而係咧提前要去買票，通常呢啲票咧係喺地鐵站咧係有固定嘅售票點嘅，然後再要打你嗰個使用時間。喺地鐵站最好咧就直接打咗啦，因為喺電車站啊或者係巴士站咧唔一定有呢個打卡嘅地方啊，車上面可能有，亦都可能冇，所以唔好搏。喺電車上面咧係有打票機嘅。不過我已經打咗啦，所以就唔需要打。喺捷克嘅電車上邊咧係可以直接買票嘅，呢一點同意大利係非常之唔一樣嘅，所以係唔使擔心冇票啦。我哋都係上到車先知啊。終於落咗車啦！啱先有一個後生仔啦，當地嘅後生仔同我搭訕，嚟咗歐洲咁耐咧。第一次係有人同我哋搭訕啫，如果啲家常嗰啲嘢啦，即係亞洲又點樣啊，歐洲又點樣咁啊，感覺上都 OK， 應該都唔係騙子嚟嘅，佢仲攞咗我哋個頻道個名。呢間係一間典型嘅老式捷克大賓館啊，樣嘢都裝修得非常之舊派嘅風格。好，我哋嘅布拉格大賓館超級簡單啊，一眼睇晒。我嘅要求一般都唔多嘅，只不過最重要呢係乾淨同埋安全。啱先嗰位本地嘅哥哥仔同我講話要小心呢個種族主義者，笑死我！我話有時都會遇到嘅，不過唔多啦。佢呢個窗咧係雙層嘅，2層嘅窗啊，所以隔音咧就非常之好。其實我哋呢條咧係橫街嚟啫，外邊呢條咧先至係大直路。
我搞錯啦，外邊呢一條係超級大路嚟㗎。咁呢一期嘅影片呢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呢將會介紹我呢一次歐洲之行最中意嘅城市布拉格嘅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期影片再見，拜拜。宝子们、家人们、老鐵們，動動各位發財的小手，一鍵3連，關注主播不迷路，耶！